是？启禀娘娘，末将徐烈，沈将军的下属，在军中担任参将一职。原来是徐参将。这位便是娘娘身边的小瑶姑娘吧？沈将军听闻小瑶姑娘近日有习刀打算，特令我将这本古月刀诀赠予姑娘，待姑娘炼制9重，再赠别的刀谱。多谢徐参将。此书乃将军所赠，我不过是个跑腿的罢了。徐参将，地上这位是军师庄默，特来教导三皇子习文识字的。决定是奉命而来，怎么瞅着像是被绑了的样子？娘娘放心，他是自愿的。我总算是活过来了。清贫，太清贫了！如此清贫之地，如何以清泉沐浴，以龙叶茴香斋戒3日啊？与乾龙湖呢？敬茶的冰裂天青瑶呢？这拜师礼章程若是不到位，即便是奉了将军之命，我也是轻易不会交的。你们现在明白何为来世要堵住他的嘴了吧？明白了。我阿兄为什么要让他来教早早识字啊？娘娘有所不知，他虽然嘴碎讲究，但的确有些真才实学。将军托我带话，对付这种文人，娘娘只需晾着他，无聊了自然会教的。原来如此。末将告退。喂，我的苏玉枕呢？没他我怎么睡觉？你便是请来的夫子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与三皇子未行拜师礼，有道是礼不成不可以失。这小嘴巴巴嘞。庄先生好，不知这拜师礼，昭昭应该准备些什么？你且听我细细道来。这拜师一礼，当寻章导成，先择一良辰吉日，提前斋祭3日，以清楚。昭昭今日早些睡，他既不愿做夫子，全当他是空气，别搭理他。好，走，咱俩回主卧去。除拜师章程，我庄默堂堂大家，非素玉不枕，寻常寒玉枕凑合也。身后几人怎么也没个吭声的？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有人吗？你可知君子待人以礼？沈皇后，你这般避而不见，实非尊师重道之举。这家伙好烦啊！这天气本来就热得让人心烦，他一入院就8个没完。沈月怎么找这么个奇葩给昭昭当夫子啊？徐参将说他才学横溢来着，溢出了溢。阿年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沈将军是嫌他在府上太过烦人，所以才派他过来教书嘞？瑶瑶，你把新到手的那本古月刀诀放在梁心上，再把刚才的话重新说一遍。睡觉。天好热，我好想吃冰淇淋。不会。那水果冰沙嘞？首先，我得有冰。我怀才不遇，遇人不淑，素性貌自，自喻阴阙，曲高寡惑。娘娘成了，娘娘！嚷嚷什么？大清早的，你瞎嚷嚷什么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抱的陶罐里面装了人中黄吗？这么臭！成功了！闻着味儿是对了，所以我俩特意带了一坛过来，想让娘娘试试味道。既如此，那不如今天的螺蛳粉开始吧。走，去后院帮我打个下手。大清早的见了面也没说打声招呼，也不问问我早餐想吃什么，没礼貌。娘娘，那人谁啊？我阿兄给昭昭寻的教书先生，规矩又多，性子又难搞，说什么没有行过拜师礼，不肯教昭念书。拜个师而已，敬个茶不就好了吗？敬茶的茶叶得用雨前龙符，敬茶的器皿得用遇水即化的冰裂天青瑶，还得择良辰吉日，清泉沐浴，龙湖醇香。既然此人如此难搞，为何不索性换一个？我阿兄的意思是，晾着他，不同他说话，憋得无聊了，自然会教昭昭习文识字打发时间。你俩记着，一会儿千万别搭理他，别给他说话的机会。行，谨遵娘娘吩咐。哎，你就是小瑶姑娘吧？昨夜你与沈皇后还未等我说完话，只言不语便将我关于院内，此举甚是无礼。瑶瑶，吃饭了，昭昭，起床吃螺蛳粉了。是这个味儿没错。如今这天儿太热了，这东西经不得久放。娘娘确定要将此物销入宫中吗？这个简单，试吃加预售不就行了？试吃我懂，那何为预售呢？所谓预售，首先你可以提前定制一批专用的螺蛳粉圈，做好防伪标志。其次，提前1日售卖粉圈，1日让他们凭券领取。原来如此，我是不是还可以标记好固定时限，比如辰时券、还时券，这样加工厂提前1日便知晓产量了，彻底解决变质问题。我就喜欢跟你这种擅长举一反三的人聊天，借鉴一下饿了么、美团外卖，送货上门不就行了？愿闻其详。简单来说，找裴行川借一批新工好的思维，提前记录好顾客的供电和想吃的时间，第2日精准送达。多谢娘娘指点，赚钱要紧，
我这就去找师傅和赵公公拉通关系。阿宽，下次来帮我带2个圆肚小口的陶土坛子和一些破布。好的，娘娘。我也先行告辞，去食品厂那边看看。庄木，堂堂大家，熟读天下名书，刚才他们说的话，我竟一个字都听不懂。阿林，咱们会不会做的有些过分了？你看那小脸苍白的，该不会饿得低血糖了吧？其实后院锅里还剩好几碗。庄先生，早餐只有螺蛳粉，你要吃吗？你在同我说话？我就随口那么一问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吃，我端出去给门口守卫了。慢着。你又要干嘛？再来一碗，当真是人间美味。这东西叫螺蛳粉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帮你提一手蛹粉，以后每天早上都来2碗这个。再给我1碗螺蛳粉。寻常茶水器皿敬茶行过拜师礼后，也可做他夫子。真的吗？君子一诺重情。夫子在上，请受昭昭一拜。诗词、文志、兵法，你想先学哪个？千字文可以吗？可以。唉，自从沈月回京之后，我在冷宫的地位大不如前了。从前小瑶见着我可热情，不是昂着教轻功，就是求着传刀法。如今得了沈月的刀谱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唉，人生呢，当真是寂寞如雪的很呐。裴统领，裴统领。阿宽，你来此处作甚？想找裴统领借点人差事差差，不白使，给钱的那种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而今各宫章程已定，也有固定的送货时段，只是单单还缺些轻功好的侍卫，不白送，给钱银，另外每月提3成钱银，直接给到您手上。您看您这边能行个方便吗？这些都是沈宁的主意。这是自然。情人你随便挑，给多少钱银，自己同他们商量着谈。裴大统领之人，哪里如传言那般嚣张跋扈了？今日呢，可有沈月的奏折？皇城正门守卫可有通报沈月入宫的消息？启禀陛下，将军病重，正在府上休养呢。这借口朕这些时日听都听腻了，就不能换句新鲜的？老奴惶恐。罢了，去后宫看看嫔妃，四处散散心。这后宫各处怎么总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儿？你们这是在作甚？先前弥漫在后宫各处的味儿，就是这东西。陛下万福金安！蠢材，没听见陛下在问你话吗？还不赶紧将此物缘由细细同陛下道来！少说一句，仔细你的皮！此物名为螺蛳粉，这东西竟是一种吃食。陛下，这东西只是闻起来臭，吃着可香了。这事儿原就经朕默许，可这味道也忒上头了。真要追究起来，就得骂裴行传。万一朕一时冲动砍了他的脑袋，裴家一闹，朕的贤名啊，脑壳疼。朕忽然想起，还有奏折要批。这朝露殿，便先不去了。朕竟不知你那小徒弟还有这种能耐，你眼光不错。这家伙假以时日，定是个可用的人才。不过是仗着东西新鲜，又得了陛下暗中栽培，陛下万万夸他不得。今日折腾了这么一圈，朕也觉得有些饿了。你且去御膳房给朕端一份珍珠白玉酥来。老奴这就去给陛下安排。不对，裴行川那个做事全凭心情的二世虎弟，连裴家家主都头疼，凭什么老老实实将手底下的人借给2个小太监差遣？是这2人真有本事，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？陛下，你这几日仔细替朕盯着常三，他在何时去往何地，见过何人，须得事无巨细，一一向朕禀报。后宫佳丽3000还不够，这一任陛下居然把心思放在一个小太监身上。该说不说，这届陛下的心密比起前2任简直离谱多了。是。皇后被打入冷宫这么些时日了，也不知道差个丫鬟来求求情，沈月也不来求朕。如今后宫蠢蠢欲动，朕就算有心想将沈凌挪出来坐镇中宫，也寻不到一个合适的由头。唉，诸事不顺，烦死了。你今儿这么得钱，跑到这冷宫附近来了？还能为着什么事儿？自然是为着给皇后娘娘送钱啊！你闻到什么味了没？螺蛳粉？不对，像是炙肉，似乎还加了些特殊的香料。娘娘今日怕不是又研究出什么新鲜吃食了？走走走，看看去。今儿什么日子？这院里好生热闹啊！你瞧你这话说的，
自从庄墨先生答应教三皇子念书后，皇后娘娘这院里哪一日不热闹？庄墨，你是说沈将军送来的那位极为难搞的夫子是庄墨庄先生？纵是练习，也应拿出生死搏杀的态度，出招要狠，步伐要稳。刚那2招，你重新再练一遍。是。会练古月刀法，了不起啊！庄先生，皇后娘娘呢？后院。各位，开饭了！还真把刨冰整出来了，不愧是你啊你！管他什么原理，反正有得吃就行。难怪这位娘娘被打入冷宫后半句都不辩驳。这冷宫比宫外酒楼还热闹，这是静思己过，这明明是热闹享乐。该说不说，这炙肉到底放了什么料，味道真绝了。淡定淡定，沈玉就在下面。这钱行书若是激动岔了气，分分钟被揪出来揍的亲师傅都不认识。可是，多谢皇后娘娘今日的炙肉款待，不知明日。明晚宵夜大概率吃子姜蛙。瑶瑶打算明日带着早早去把荷花池里的蛙们一锅端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加工厂那边还有最后一批螺蛳粉要赶着做，常三便先告辞了。常小哥，你大可不必每日都拿这套说辞来同我虚语。娘娘这话说的。娘娘，慢走，你随我来。小瑶姑娘，我见你最近练刀很是辛苦，来吃个串补补。拿我家阿宁烤的肉来我跟前买人情，有话请直说。瑶瑶，那个沈月这个人吧，武功是比我强一丢丢，可他太严谨了。这人呐，得从一而终。你拜师拜了一半换师傅，有违江湖道义点。你现在的武功有我厉害吗？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怎么好意思继续当我师傅？把烤肉还我！喂，夫子，为什么识字之后是学诗，而不是文治兵法6学？昭昭啊，学诗呢是很有用的。就比如今晚的月亮，你要是只会签字文，找人聊天就只会说哇，今晚月亮很圆，对不对？那昭昭学完诗词之后呢？又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娘娘，给，这是这半个月赚的，一共是刀银7000，全折成了钱银票子。你下次送票子切记寻个无人处，若是被庄墨靠见，又该向我叨叨给他安排一个素玉枕了。这些票子我将来有大用，怎么能随便浪费在素玉枕上头？行了，你快去前院吃冰吧，我过会儿就来。50、100、14200刀银，50刀银。这镯子是陛下当年给他下聘的定情之物，原来他即便入了冷宫，没了记忆，竟也小心翼翼地藏在身边。这镯子水头成色都不错，也不知道离宫后拿去当铺能换几个月。阿兄，你在上头做什么？你此前同我说更喜欢冷宫的生活，竟都是骗我的。原来你一早便有了离宫的打算。阿宁，我是你阿兄，这么大的事你为何连我都瞒？阿兄，你听我狡辩啊，不对，阿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说。这事儿原就没打算瞒着阿兄，只是贸然提起，怕吓着阿兄。既想离宫，可有全策？我打算攒够钱，等瑶瑶刀法大成，然后带着瑶瑶和昭昭炸死离宫，从此远走江湖，隐姓埋名。听你这意思，像是要我这位阿兄彻底划清界限。权宜之计罢了。完了，BBQ 了，阿兄生气了，还是不好哄的那种。阿兄，你在生我的气吗？日后有事，不可瞒我。好嘞，以后有事，阿玲一定第一个告诉阿兄。老爷子，小爷我不想当什么禁卫大统领了，小爷想学武功，认真的那种。你去给我找个厉害点的老师，在家教教我呗。你这又是要闹什么幺蛾子？小爷想把武功学好，这是正经事儿，怎么能叫闹幺蛾子呢？哼，说吧，你这是跟着京中哪家纨绔打架打输了？
小爷我自从当了禁卫大统领之后，几时在这京城里打过架了？每日不是忙着摸鱼就是蹭饭，哪有空闹事？老爷子，小爷我这次是真的想把武功练好，等我练好了，就在小瑶跟前显摆，让他求我大发慈悲，重新收他做徒弟，然后去给裴家闯更大的祸。这逆子入宫前，裴家每月最大的开销就是赔别人的医药费，好不容易给他求了个官，消停2月，现在又不干了。当皇宫是裴家开的吗？你不帮小爷找师傅便算了，哼，小爷我自己找。站住！裴家世代昌贵，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没规矩的东西？不去宫里当差了是吧？要蹲在家里学武功了是吧？来人，把这不孝子给我押去祠堂，家法伺候。我错什么了？凭什么请家法？造孽！上辈子造孽，这辈子做女生。为什么嫁衣非得自己绣？买个现成的它不香吗？不嫁人它不香吗？自从川儿入宫当差之后，裴家上下果真是清静了不少。大夫人说的对，要说还是老爷有法子。这大公子当差之后，果真沉稳了许多。照着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定能光耀门楣。光耀门楣，我只指着他，别再给我惹祸就好。绵绵，你这绣的什么玩意儿？凤凰啊，你看，有爪子，有翅膀，还有头，就是没什么毛。都已经是凤凰了，少2片毛怎么了？尾巴短点怎么了？凑合看呗。你。大夫人，不好了！莫不是阿兄又惹祸了？我的春天要来了！哼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有什么话慢慢说不得？主家的礼数呢，全忘了。说吧，出什么事儿值得你如此慌张？回夫人的话。大公子今日没去当差，说是想离职待在家里学武功。老爷一气之下，把他请去祠堂家法伺候了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现在才说？你，大公子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你通报也不通报的积极些，是皮痒了吗？不是夫人说要礼数周全的吗？哎呀，你们都傻跟着我干嘛？还不赶紧回房，把川儿那群庶出的兄弟姊妹们一并给我找过来，全都去祠堂跪着给川儿求情去。还有你，阿娘，绵绵要去给阿兄求情吗？你继续绣你的凤凰。坐在此处替我绣一会儿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赶在阿娘发现之前回来的。小姐，你这个逆子，还不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呀！太老爷，老爷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讲道理了。都傻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找梯子把这逆子给我弄下来！爷爷啊，你可要给孙儿我评评理呀！我不过是想学好武功，你儿子居然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拿家法揍我！逆子，带你下了屋顶，你看我今日不抽烂你！我就搞不懂了，小爷我不过是想好好学个武功，你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吗？既然咱爷俩意见相左，今日不如就当着裴家众人的面，让诸贺列祖列宗们评评理吧。又要干嘛？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裴行川从今日起想认真习武。还请祖宗们应允。诸位名字若是朝上，就让老爷子给我请师傅；诸位名字若是朝下，我便自己出门寻师傅。老爷，你们还跪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差人去厨房端碗参汤过来，给老爷回气儿！夫人说的对，夫人说的是。嘿，娘，您来了。老爷子他不讲道理。我不过是想让他出面帮我寻个好师傅，他不由分说就要对我请家法，这天底下哪有他这样当爹的？然后你就扬了祖宗牌位啊！撒手！疼！你还晓得疼？你气你爹的时候怎么不知道疼？啊！我可是你亲儿子，嫡亲的儿子，嫡出独子，独苗苗，打死了没替补的那种。你还晓得你是嫡出独子？兄妹俩没一个成系的，明儿我就找你姨娘们过荐7、8个子嗣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独苗苗。你骂他就骂他，扯我做什么？我不过是把凤凰绣成了鸡，先祖宗牌位的人又不是我。过继！大夫人，我房中这位孝顺有加，大夫人，我房中这位不敢扬祖宗牌位。滚！娘，耳朵揪掉了，我将来会讨不到媳妇儿的。早晚有一天，你要把你爹和我气死才肯甘心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何又想学武功了？
在外头跟人打架打输了。我真没想跟人打架，我前些日子在宫中当差时收了个徒弟，谁知他没练2月，武功竟在我之上了。现下他习武中途换了个新师傅，儿子有些气不过，所以你就嚷嚷着要你爹给你找个好师傅，把武功学好之后再把场子找回来。娘，行了，只要不是为了打架斗殴，也不算坏事。这事儿交在我身上。不过你今日必须在这跪到深夜，装样子，明日还得去当差。娘，这禁卫大统领1个月挣的钱银还没我零花钱多，为什么一定得去？跪好。好嘞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一定要好好学，到时候让小瑶重新拜回我门下。那逆子呢？在祠堂里跪着呢。家法，我家法呢？行了，你还拿什么枪？就你这把老骨头，跑得能有他快吗？今日我已经差人去宫里告假了，他也答应明日继续去当差。当真？夫妇一体，我骗你作何？如此甚好，甚好啊！川儿此次想学武，并非为了打架斗殴，而是他那个徒弟武功超了他。咱们不如借此机会给他寻个严厉的师傅，说不定还能在德行上约束他一二。哼，夫人以为我该找谁做这逆子的师傅，方能对他管束一二？全京城谁管得住他？老爷可还记得沈月？大将军沈月，他俩可是同辈儿啊！同辈儿怎么了？武功高不就行了？再者，沈将军年轻力壮，不容易被川儿气出个好歹来。夫人此言甚是有理，明日我便下帖去沈府拜访一下沈将军。夫人整日盯着绵绵绣画也怪累眼睛的，过来挨着我躺一躺吧。提起绵绵这绣工，当真是叫我脑壳痛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，要不然绣嫁衣这事儿还是找个绣娘代劳吧。到底是女儿家，既然刺绣没天赋，不如学个锦琴。你是觉得折磨我的眼睛不够，还想折磨我耳朵吗？实在不行，招个上门女婿吧。急什么？川儿都还没娶亲呢。哼，娶亲？这京城姑娘听了裴行川3个字，哪个不是绕路走？将来若是有谁看得上这逆子，愿意与咱裴家结亲，8成图咱家有钱有眼疾。外卖体系虽然成了，但光送螺蛳粉还是太小打小冒。想做日进斗金的富婆，必须得让这群身价不菲的嫔妃们快乐掏豆。女人哪有不爱美的？制香、点茶、口红、胭脂、蜂蜜手工皂，都得赶紧安排上。还没熟吗？小火慢炖才更入味儿。奇怪，这都已经到饭点了，你阿兄没应变罢了。裴行川今日咋的也没个动静？我阿兄昨夜同我道，今日有事，会晚些时辰入宫。至于裴行川，听门口守卫说，好像是偶感风寒，家中派人告了假。我说嘞，今日这耳根清静了不少。小姚姑娘，不是我说你，有道是为学莫重于知识。说人话。你如今既已在沈将军门下习武，怎可张口闭口以你阿兄称之啊？得叫师傅。师傅？哎，对喽，说起来，你这拜师茶还没聊什么呢？聊敬茶嘞，师傅。茶呢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青铜绣刀，端场名器前十。这是何物？当年数城一役大胜，先帝所赐。入门礼，拿着吧。先前本大家想摸一摸，他都不许。现在转手就将此等名器轻易送人。如此说来，将来咱俩要是没钱了，把这匕首拿到当铺去，估着也能卖不少钱吧。阿宁呀，咱就说你阿兄还在边上站着呢，当铺的事儿好歹小点声。阿宁，你到我跟前来。阿兄，我刚才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，当铺的事儿你切莫当真啊。你过来。阿宁，别怂，到底是你嫡亲的阿兄，总不能真动手揍你。即便当真对你动手，我也打不过他。阿兄，这玉簪是给我的吗？戴头上吧。既然有发簪了，就别总好树枝晚发了。好的。先前阿兄拿走你玉镯，如今阿兄还你以玉簪，这事儿算扯平了吗？阿兄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如此计较钱银的人。哦，原来是阿兄想多了。那这玉簪还我。送妹妹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阿玲，你这锅里的蛙快糊了。师傅，小瑶姐姐拜师有拜师礼拿，那昭昭呢？昭昭也想要拜师礼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为师为人淳朴，两袖清风，身无长物？昭昭瞅师傅那把扇子就极好，扇柄是用墨玉做的，水头很足。师傅堂堂大家，文坛之首，应该不会小家子气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今日这院里怎么不见裴大统领啊？苍小狗，快来过来坐。呀，娘娘，这就是宰酱蛙吗？好鲜嫩啊，尤其是这腿子肉，绝了！就是有点辣，不过这辣也辣得恰到好处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不错吧？
回头我提一份食谱给你。娘娘的意思是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单单用来送60分熟食单一，为长久计咱们得丰富食物多样性，比如冷锅串串、干锅土豆、过桥米线、手撕烤兔、油焖焖兔头、落香鸡爪、炭烤子肉以及脆皮五花肉。长效果意味如何呀？自然是极好的。增加食物的多样性，意味着加大冷宫加工厂那边的工作量。在人手方面，娘娘放心，只要有食谱，人手调配方面不是问题。如此，我回头便将这诸多菜谱一一面写交予你。回头把阿宽寻来，销售方面咱们3好好合计合计。阿宁，苟富贵，勿相忘啊！安啦安啦，我的就是你的，爱你哦！以后谁欺负你，本女下就帮你揍他。可是刚刚你面对我阿兄的时候，分分钟就把我卖了啊！这不是因为他是你阿兄嘛？母后，那昭昭呢？昭昭放心，你将来的老婆本儿，母后一直给你攒着呢。沈皇后，在下的素玉枕门儿都没有。有道是君子。小瑶，你的刀呢？这儿呢。沈月，我好歹堂堂大家，你门下军师，你大侄子的启蒙恩师，你就这么由着你家妹子纵容你徒弟如此欺负我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此刻我不应该独善其身，何该帮着他俩一起欺负你才对吗？你，世人都以为我文武双全，其实我除了兵书以外，其他一应典籍一律是不看。我不是文坛大家，不通圣神道理，一贯是帮亲不帮理。听到没？我阿兄这个人帮亲不帮理的。这样一抹夏日青春的翠绿，原该奔赴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间，不该囚困在这枯潭一般的深宫才是。阿兄，吃菜。阿兄，你睡着了吗？没呢。哎，你吃着吧。绵绵，今日吃什么？拿着。哟，还带酒来了，不愧是你啊，绵绵。最近被沈凌养的胃口都刁了些，饿了一天，我竟还觉得这肘子索然无味。沈凌，阿兄，是我以为的那个沈凌吗？吗？全京城还能有几个沈凌？阿兄啊，你这回路子有点野啊，居然和当朝皇后私相授受，难怪会把爹气得晕过去，把娘气得揪你耳朵。哎，现在断绝兄妹关系还来不来得及？死丫头！你这小脑袋瓜子一天到晚不装脑仁，净装水了吗？沈凌可是沈月的妹妹，我跟沈凌私相授受这么离谱的事儿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哦，也对，沈将军的妹妹就算真要与人私相授受，多半也是瞧不上阿兄你这样的。绵绵啊，你这话说的就有些有失公允了。你阿兄我虽说品行一般，才学一般，武学一般，但我长得好看啊。像我这样好看的儿郎，全京城多少女子排着队想。像阿兄你这样，全京城的女子若是见了，估摸着都得绕路走吧。再者，沈将军长得比你好看多了，而且他品行端正，才学斐然，武功卓绝。唉，同样有阿兄，为什么我和沈姐姐的境遇相差这么多？滚滚滚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那你把肘子和酒还我，我马上就走。哎，放下放下，哥哥我都饿了一天了。阿兄这次又是因着什么事儿气得阿爹动家法啦？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，我不就是不想进宫当大统领了，想待在家中好好学武功，然后就被他拿着棍子追着跑。要不是小爷我轻功了得，这会儿早屁股开花趴床上了。你说说，这老爷子真的是帮我请个师傅很难吗？他大概是觉得你又和哪家纨绔打架打输了吧？所以阿兄，你这回当真跟人打架又打输了吗？才没有，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小妖，所以沈姐姐现在当真小朋友就挣3000刀银啦？不止。话说回来，他如今半个月挣多少钱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我裴行川，我收的徒弟，现在改投沈月门下了。及时止损，弃暗投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谁暗了？谁暗了？怎么说话呢？我用错词儿了，是弃恶从善。沈月他善个屁！小爷对着祖宗牌位发誓，我这回定要好好习武，将来待到小爷刀法大成之际，一定要把小妖从沈月的门下夺回来。阿兄，你这可真是太孩子气了。从2品的禁卫大统领，说不做就不做，非要为了一个这么可笑的理由嚷嚷着习武，难怪阿爹气到想打你。绵绵，我是你的阿兄，
你就不能稍微对我有点信心吗？不说与我同仇敌忾，好歹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人威风啊！阿兄，他可是沈月哎，你知道全京城有多少姑娘想嫁沈月吗？有多少？有多少讨厌你的，就有多少想嫁他的。你出去！你现在就出去！阿兄，阿兄，绵绵错了。哼哼，知道你哪儿错了吗？绵绵不该在阿兄面前说实话的。像有多少姑娘想嫁沈月，就有多少姑娘讨厌你的这种满京城人尽皆知的老实话。绵绵就不该再让阿兄跟上提。听阿兄聊起这些冷宫里的故事，真是好生羡慕啊！感觉这才是身为一个女孩子应该干的正经事儿，不像我，一天到晚待字闺中，被娘亲和一众姨娘们耳提面命秀山鸡，张口闭口就是聊嫁人，聊嫁人就聊嫁人吧，还总说我这样连凤凰都绣不好的，满京城的儿郎根本无人愿意娶，说的好像我多愿意嫁人似的，烦死了。何事？将军，裴家家主裴晚起协礼登门，说有要事拜访，务求一见。引他去前厅稍坐片刻，我马上便来。是。裴公请坐。将军晨练刚刚结束，贵客登门，待他沐浴之后换身衣裳便来。这沈府阴森森的，没个人气儿，不像是府邸，倒像个军营。裴公今日一早登门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遥想当年，沈公在世时，裴家名门望族，世代昌贵，家父商贾出身。当年在世时，沈裴两家在京中地位悬殊，没什么交情的。这孩子说话怎么一点都不晓得委婉？裴沈两家往日素无交情，裴公今日一早从坟里下帖拜访，必有要事。既是要事，不妨直言。既然贤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老夫也就不兜圈子了。我与裴行川早年间在武南书院一同学艺，收他为徒怕是与理不合。这京城不缺武艺该强之辈，不若……将军有所不知，庶子顽劣。若我替他寻一些武艺强的江湖师傅，恐他畏惧我裴家声望，轻易不敢出手管教；若我替他寻一些京中名流，又恐他将人气昏过去，难以收场。我给将军透个底吧，横说他那武功学不学的精妙，我与夫人不甚在意。要紧的是，若将军能以教武为由，替我和夫人管束一二。裴行川请武学师傅施教，想借机找人帮收拾他儿子是真，这得罪人的活计，轻易不好找人。裴家乃京城4大世家贵族之首，寻常人家不敢管，敢管的又未必管得住。满京上下除我之外，确实找不出第二个不惧裴家声望，又治得住裴行川的人了。此番将军若肯帮忙，我裴家上下定当感激涕零。秋蝉玉，将军祖上从商，不缺财帛；将军手握大军，不缺权重。我与夫人思来想去，唯有拿出裴家秋蝉玉，方显心诚。他在家拆瓦了，比这严重些许；他在家先凉了，比这还严重些许；他在家掀了祖宗牌位。确实也该寻个人来管管了。将军的意思是？不急，我如今确有一事想请裴公相助。裴公不妨先听听小侄所求何事，再考虑是否要以这秋蝉玉相赠，如何？白嫖不了啊！贤侄坦荡，快请讲。家父幼时遭逢灾年大旱，兄弟姊妹虽多，侥幸活下来的却只有他一个。说出来不怕裴伯父笑话，家父家母死得早，我与阿宁兄妹相依。这将军府看似大权在握，风光无限，实则婚丧嫁娶合离之事，家中连个主持见证的长辈都没有。裴伯父今日若将秋蝉赠予小侄，他日小侄必以秋蝉之诺，
邀裴伯父代行长辈之职，替我沈家婚丧嫁娶和离之事做个见证。沈家如今就2人，沈林已嫁入宫中，沈月寡居至今。他说这话是想请我以长辈身份，在他成婚之日做个见证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？以我裴家在京中的名望，什么样的见证做不得？如此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便将我家川儿一应吃穿用度送往将军府上，犬子就有劳沈将军多多费心了。只要日后犬儿回家时不缺胳膊少条腿儿，将军想如何管束便如何管束。什么？你说大将军沈月、禁卫统领裴行传，还有端朝才学第一的大家庄默，以及长三阿宽这2小太监，这些日子全都聚在冷宫院里厮混？他们这群人日日聚在一处，是因着不满朕将皇后打入冷宫之事，所以打算背着朕行谋逆之举吗？陛下多虑了，属下跟在长公公身后，一连听了3日墙角，皇后一行人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不错琐事，何至于谋逆？再者，以沈将军之能，若真有了谋逆的念头，根本不会与裴大统领勾结，更不必日日都往冷宫里扎堆儿。就只聊了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，就没别的图谋了？你再好好想想。哦，属下想起来了，这冷宫伙食一直是皇后娘娘亲力亲为，将军与裴统领为图蹭饭，所以日日往冷宫里凑。他们前日吃炙肉，昨日吃紫姜蛙，对了，今日还吃螺蛳粉来着。属下估摸着，若有图谋，必然是吐口吃食。旁的倒也罢了，螺蛳粉这等兴起于宫中太监堆里的粗鄙之物，将军、皇后、禁卫统领还有庄大家竟也喜欢吃。陛下，这螺蛳粉怎么会是粗鄙之物呢？兴于太监宫婢间，又如此恶臭难闻。属下观察数日，并非兴于太监宫婢间，而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。陛下只因它味道难闻，便觉得它是粗鄙之物，却不知庄默庄大家因为实在喜爱这螺蛳粉的缘故，一口气为他提了数十首诗。文坛大家庄默，竟会为此等粗遗物吟诗，你且背于朕听听。啥？背诗？我一个暗卫，你叫我背诗？我连他叨叨的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你让我背出来？这要是传回龙泉斋，估摸着能把师傅师母笑死。咏粉，庄默，皎皎如银丝，浮于红油间。闻之眉蹙蹙，食之心奄奄。碗中有日月，雷里含坤乾。此物如君谦，目盲以将闲。庄默的嘴毒蜂的尾，咏粉就咏粉，偏偏还要借物怼人，说凡事只看表面就妄下评断的人跟瞎子没区别。这陛下多少有点大病，让背诗的是他，背完了不高兴的还是他。师父师娘说的对，坐在皇位上的人就是难伺候。陛下，要不我去端碗螺蛳粉给您尝尝，悄悄的不被人发现的那种。朕倒也想看看，是否真如这位庄大家所言之般，碗中有日月，内里含坤乾。这玩意儿真的可以吃吗？你说你要吃我才去给你买的，花的还是我的钱银，现在粉买回来了又不动筷子了，咋的？盯着它就能盯出啥味儿了？陛下该做粉了。哎，这味道还可以。这粉吃的如此干净，怎么脸色还更难看了呢？莫非一碗不够，还想再来一碗？朕且问你，这些日子你跟在常三背后，觉着皇后是个怎样的人？皇后这个人吧，厨艺非常好，嘴上不记仇，特别喜欢钱，还很爱小孩，还十分擅长经营之道。在朕的记忆之中，沈凌压根就不会下厨，这人从头到脚根本就不是朕熟识的那个沈凌，莫非被陈仓两国派来的细作一拥顶替了？那日沈月在武南书院时，看朕的神情分明是恨极了他。沈凌的身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朕不知道的事，而这件事才是沈月这些日子称病告假，绝口不火要将皇后连出冷宫的关键。立刻去给朕查，皇后被贬入冷宫前夕，在她的身上是否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？除此之外，再给朕查查清楚，那日沈月去武南书院究竟所为何事？是。儿啊，到了你师傅那儿，一定要好好习武，切莫再惹是生非了。只要你进去，咱们家起码能清静了个小半。为父是说你能静心沉淀小半年。老爷子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将这师傅请入裴府，
还要让小爷我亲自去他府上。咱们裴家在这京中是什么身份？居然还要我亲自登门拜访？还有，这一大早的，有马不骑，你非要拉着我一同坐马车，说什么父子俩最后的寒暄，我怎么觉得后脊背发凉呢？上一次有这种凉飕飕的感觉，还是当年在武南书院跟沈月那冰山脸分到同一间房的时候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为父这次给你寻的师傅武艺之高，莫说这京城了，便是在全端朝，那也是叫得上号的人物。他既非寻常庸弱之辈，又岂是我动用世家声望、财帛数两便能轻易请到府上去的？此番是咱们家有求于人，自当礼贤下士。你过府之后，规矩听他的，跟在他身边好好学，待你学成。你想收什么样的徒子，收不得。师傅，好，他当真如你所说的这般厉害。你肯认真学武是好事，为父何至于骗你？你可知，为了请动他教你武功，我连裴家的传家宝秋蝉玉都赠给他了。你可千万别辜负为父的一番苦心啊！老爷子，他究竟是何人？居然得用秋蝉玉来请？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终于到了。这一路上可当真是委屈小爷我了。师傅，等会儿，沈月。将军，这小子龟缩不出，是否要属下将这马车直接拆了？不急，总得给他父子两人一点寒暄的时间。爷子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口中那位全端朝都叫得上号的角色就是沈月哈？他算哪门子全端朝都叫得上号的高手？你居然还用秋蝉玉来请他？小弟乖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认真学武是为了敲沈月的墙角。今日要是拜入他门下，小妖岂不是成我师姐了？徒弟变师姐，这多少有些离谱了。沈月乃端朝名将，战功显赫，才学斐然，武功卓强，品行端正。这样的人，愿意看在秋蝉玉的份上教你，是你莫大的福气。你确定是福气不是晦气？老爷子，你等会儿。那个，老爷子，我忽然又不想学武功了，要不你带我回家吧。秋蝉玉象征着裴家君子一诺，是你自己说想学好的。我赌上裴家100年声誉，你连个拜师茶都没进就想打退堂鼓。儿啊，你如此反复，当真是我裴家家门不幸。老爷子，我们再商量一下。爹啊，我没有不想吃苦的意思，咱换一个师傅行不行？沈月跟我一辈的，小时候还是同窗，这于理不妥啊。夫人果真高见，这逆子茶都没进，已经晓得叫爹了。假以时日，成才有望啊。儿啊，你一个连祖宗牌位都敢掀的人，这点迂腐俗礼，不妥就不妥了吧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先祖宗牌位是我不对，你带我走吧。回家之后，祖宗祠堂你说跪几天我就去跪几天。无妨，犬子玩夜，让将军见笑了。川儿，给你师傅敬茶去。我不去。秋蝉玉都送了，你求我也没用的。你爱挂我腿上便挂着吧，大不了我也在这将军府上叨扰几日。36计走为上。山不转水转，小爷先走一步。家中还有要事，老夫先行一步。犬子就有劳将军多多费心了。裴公放心。爹，你真不管我了吗？你看看，你还没走呢，他们就欺负我。我可是老裴家的独苗啊，真交到沈月手上，你舍得吗？川儿放心，我已事先同沈将军商议好了，定保你回府之时应命无虞，死康健。至于其他，习武嘛，哪有不吃苦的？将军管束犬子时，其实切记莫要给老夫留面子。饿的如何饿不得？将军想饿几顿便饿几顿，只要别饿死了就行。当真饿的？别打的，老夫要不是跑得没他快，上回掀牌位那次就想把他往嘎里打了。裴公说笑了，裴行传乃裴家嫡子，就算要管束，也不至于真往嘎里打。哎，将军此言差矣，犬子自小挨揍，不仅轻功了得，身子骨也皮实得很。不是老夫妄言，寻常棍棒，犬子压根儿不惧。将军出手，最好是用军棍。军棍如何使得？万一骨头碎了，军棍如何使不得了？骨头打断及时接上不就好了？将军府里又不是没军医。恕在下冒昧问一句，他与裴公当真是亲父子？是亲爹呀，不怕将军笑话。
这逆子要不是亲生的，早被我撵出裴府800回了。老爷子，你别丢下我啊！要回头了，终于舍不得了。知道把我丢给沈月是个错误的选择了。儿啊，从今儿起，一定要好好听沈将军的话，认真习武哦。将军，是否要将裴公子拖过来敬茶？拖过来敬茶，注意措辞。什么叫拖过来？而且敬个屁的茶，凭什么要我给沈月这家伙敬茶？哎，等会儿，敬茶不得先松绑啊？松绑了我就泼他一脸茶水，趁乱跑去冷宫求沈凌收留，完美。对，快给小爷松松绑，小爷马上给他敬茶。不必了，直接丢我书房里吧。沈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要让我跟着你拜师学武功吗？什么叫捆了直接丢书房？好歹走个拜师流程你再丢啊！你该不会真以为裴公将你送到我府上，真的是为了让你拜师学艺，好好学武功吧？那不然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给我找不痛快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算趁着敬茶的时候逃，落在我的手上，你以为当真逃得掉吗？沈月，你大爷的，赶紧给小爷我松开！沈月，你不要掉这！这半个年都未曾试过。夫人高见呐！今日刚把那逆子送入将军府，连拜师茶都没敬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叫我爹了。你是不知道，那逆子一见着沈月，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。怪只怪我今日起得太晚，没能跟你一同前去沈府送川儿一场，错过这样的名场面，当真是太可惜了。老爷子，哦不，爹呀！我没有不想吃苦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换一个师傅，咱换一个行不行？沈月跟我一辈的，小时候还是同窗，拜他为师，这于理不妥呀！儿啊，你一个连祖宗牌位都敢掀的人，这点迂腐俗礼不妥就不妥了吧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掀祖宗牌位是我不对，孩儿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你带我走吧，回家之后这祖宗祠堂，你说跪几天我就去跪几天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些天早就被扎习惯了。爹爹到底给阿哥找了个什么样的师傅，能把娘亲高兴成这样？奴婢今早听后院说，老爷把大公子送去沈将军的沈府了，而且收拾了10几箱细软，想必大公子有一段时日不会回裴府了。妈妈，我完了！小姐怎么了？难道4县又打劫了？阿兄去了沈将军府上，那娘亲岂不是日日都能得空，全天候守着我绣山鸡？为什么同样是一个爹娘生的，他就能去沈府吃香喝辣，由将军亲自教导，而我却只能困在这屋里绣山鸡？小姐，那是凤凰。不知阁下夜访玲珑古塔，所谓何事？盘龙面具，女娃子，你是龙泉斋的人？内力离谱，反复进大佬。回前辈的话，晚辈龙泉斋第48代亲传弟子江兰，晚辈奉命夜潜玲珑古塔，探寻沈将军那日来武南书院所求之事，叨扰之处，还请老前辈恕罪。这丫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老夫原本想先客套2句，再摆摆前辈的高人风范，把她丢出去。这直接认错，还让我怎么动手？老前辈不说话，是已经原谅晚辈的鲁莽了吗？并没有。前辈高义，不与我一个区区小丫头片子计较，如此江兰便多谢老前辈高抬贵手了。你这丫头倒也是个有趣的。罢了罢了，你既已将话说到这份上，老夫便不为难你。你自己走吧。他为寻书而来，任务没完肯定不走。只要他敢说不字，老夫就有理由出手了。得嘞！小丫头片子，你等会儿。老前辈还有什么事要同晚辈吩咐的吗？晚辈打不过前辈，这任务没法做。你如此回去复命，就不怕陛下找你？这个任务没法做，换个任务继续做不就行了？我离开龙泉斋时，师父师娘便叮嘱过我，
少说话，多干活。我已经这样勤勉努力了，陛下若是还要因为我打不过前辈就责怪我，那我只能回龙泉斋跟我师傅说一声，我不干了。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啊，难道有皇命在身，还能虚长几十年内力不成？哈哈哈哈！你回去跟你师傅说，丫头，你师傅是谁啊？我师傅是龙泉斋现任斋主纪云。得，先前说了让走的，这会儿子又不让走了。想不到纪云这家伙迂腐死板又无聊，竟能教出你这么个有意思的丫头来。老前辈认识我师傅？认识的，老仇人了。得，难怪不让走了。那个，不知前辈临时换了主意，出手留下晚辈，是为何意啊？这便是当今殿下派你夜潜玲珑宝塔所寻之物。前辈仗义，哇！我打不过他，又是师傅的仇人，居然还借书给我看，这波不亏。无妨，陛下既派你暗中查访，皇后失魂一事多半也瞒不住了。你师娘白翩翩近日过得可还好？甚好甚好。日前我离开龙泉斋前往宫中赴任时，师娘还特意烙了几块马饼给我吃。我师娘烙的马饼可好吃了。我说呢，那位冷宫里的皇后娘娘，一天到晚虫也不争，攻也不斗，净顾着捣鼓吃食赚银子。原来是患了失魂症，将前尘往事给忘了个一干二净。难怪陛下问完我话，立刻下令彻查。书上说，这病得是受了极端刺激才会患上。皇后娘娘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？看来还是得亲自回趟龙泉斋，查查皇后娘娘入冷宫前的档案才行啊。那个老前辈啊，晚辈可以走了吗？放你走也行，不过此番你夜闯玲珑宝塔，老夫不仅不同你计较，还借出不依起点与你官职。你是不是应该看在老夫帮你完成任务的份上，也顺手帮老夫一个忙啊？前辈请讲。帮老夫把这个赠与你师娘，你将此簪赠她，同她道见簪如见吾。时隔多年，当年之事再论对错，终是无益。此番前尘种种，也该翻篇了。老夫近日时常想念当年他做的马饼，若是得空，记得带些来这湖心岛上看看我吧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老前辈年岁看上去比师娘大了整整2轮，不会是师娘当年的情郎吧？前辈认识我师娘，不知前辈与我家师娘是何关系？难道还要老夫亲口承认自己后悔当年之事，现在正想方设法用这簪子求翩翩原谅？不行，太丢份了。哼，岂止是认识？哼，我与她，自她嫁给你师傅那日起，我便同她再没什么关系了。他居然想借我手挖我师傅墙角，不行，我可是师傅的亲徒弟。前辈，师娘自从嫁给师傅之后，与师傅感情极好，都这么多年了。纪云那厮，这些年若对你师娘不好，我早上龙泉斋收拾他，并把翩翩接回这武南书馆里来了。你且悄悄将这金簪送给你师娘便是，至于你师傅，千万别让他知道。晚辈告辞。嘿呸！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！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居然想挖我师傅的墙角，还想挖我帮着一起挖，做梦！哼，差一点就被这老头借我的手把师娘挖走了，我可真是个防范于人的大聪明。小兰回来了，师娘。哼，不是派你跟在陛下身边暗中保护陛下吗？怎么私自回龙泉斋了？你这般擅离职守，可有半点身为暗卫的基本素养啊？哼，明明我前脚才偷偷帮师傅赶跑了情敌，结果后脚自己就被师傅当成了情敌。论有一个爱吃醋的师傅是种怎样的体验？师傅，我在出任务呢，正经事儿。有什么正经事？飞鸽传信不得，须得劳你亲自回龙泉斋一趟。我需要查档案嘛，飞鸽传信只言片语的，哪有龙泉斋的档案详细？再说了，我都去当这么久暗卫了，借着任务之便回来看看师娘怎么了？师娘，你都不知道，小兰这些日子去陛下身边当差后，可想念您了。兰儿乖，师娘这些日子也很想你。是想念你师娘做的马饼了吧？来了来了，邀功的时刻到了，夸我吧夸我吧！我把那老头用来挖墙角的簪子扔池子里了，求一块师娘亲手做的马饼当表扬。哦，对了，师娘，小兰有一件事想问问您，就武南书院
湖心岛上镇守玲珑古塔的那位老前辈，师娘您认识吗？白老啊，是你师娘的亲爹。他这人一生洒脱，最烦皇室虚伪。当年因我是这龙泉斋斋主，对我成见颇多。你师娘嫁我当日，他更是直接放言要与你师娘断绝父女关系，此后江湖不见。想不到你这出一趟任务，竟连武南书院也去了。报仇人了。自她嫁给你师父那日起，我便同她再没什么关系了。此番前尘种种也该翻篇了。你且悄悄将这金簪送给你师娘便是。至于你师父，千万别让他知道。小兰年纪尚浅，你同她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做甚？哎，你嘴上说不提，其实心里也怪想念白老的吧？都怪为父不好，讨不得白老喜爱。江兰是你我弟子，这些往事现在说与他听。将来出任务时，若是遇见了白老，小兰啊，你也能代替你我二人，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一二。要是让师父师娘知道我把那求和的藏剑簪丢了，麻饼，师娘给不给是我不肯定，我唯一肯定的是师父绝对会把我揍成一块麻饼。你难得回来一趟，走，师娘去给你做麻饼吃。那个师父师娘啊，弟子忽然想起还有些任务没做完，得先走一步，过2日再回来同师父师娘叙旧。不是说有任务要回来查档案吗？过2日再查嘛。走啦。这孩子都已经在陛下身边做了2个月暗卫了，做起事儿来怎么还是毛手毛脚的？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学得成熟稳重些。夫人觉不觉得他这般急切，不像是有任务在身，倒像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？陛下的命令在他眼里，还能比夫人做的麻饼重要些？万一真的有任务呢？你凡事就不能稍微往好处想想啊？我倒是想往好处想。夫人可还记得上回他将龙泉印摔碎一个角，被我发现后支支吾吾的样子？还有上回啊，夫人说的是，夫人说的对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啊，夫人想的是，夫人想的对。有道是，日前扔簪时候的姿势有多潇洒，而今捞簪时候的姿势就有多狼狈。这月亮长得可当真像极了师娘做的麻饼啊！都在这儿了，西芥醋可都记下了。回娘娘的话都记下了，可都回族了。得照着笔记上头的提示，自己亲自做一遍，尝过味道才知道会不会。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嘛。也行，做事遇到不懂的，只管来院里找我。这小小一颗脑袋，究竟是如何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？这油焖兔头、煮卤、炸、煸炒、烘烤，复杂的令人发指。他居然还能顺手把其他菜也做了，这是何等的降维打击！苍小哥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就只是觉着娘娘您当真是太厉害了。快些入座吧。师傅啊，昭昭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学诗了呀？昭昭想学六爻，想学天工开物。娘娘这兔头做的麻辣鲜香，味道很是不错。明日一早，你便提一首《咏兔头》吧。若是对战工整，寓意深刻，为师便可以考虑教你些别的。虽然，但是师傅，您觉不觉得您这题出的多少有些刁钻了呀？刁钻？哪里刁钻了？我庄墨堂堂大家，嘬一碗螺蛳粉，随口就能吟出数十首咏粉。你作为我的弟子，若是连个兔头都不会咏，传出去多叫人笑话。知道你年纪小不爱吟诗，今日随你啃多少个兔头，只需明日一早吟出一首，便算及格。昭昭，为师这课业已经布置得很合理了。平仄不难，但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咏才能寓意深刻啊？这次菜品增加，配送保温的食盒得改分层。宣传班我也想好词了，就拿着脆皮五花肉做主打。该说不说，得亏是跟闺蜜一起传过来的。阿兄，你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？为他铺路平事。如今，哪怕明知他患了失魂症，甚至想带他逃离皇宫，我也只是私下筹谋，从未说破。这还是头一次，
阿宁主动问我是否遇着什么难事儿了。阿兄若是遇着难事儿了，不妨同阿宁说说看，即便最后不能帮阿兄解决些什么，多一个人分享，烦恼总归会少上许多。原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机密，既然阿玲问了，若再沉默，怕是又要生分了。今晨，裴公来我府上，让我教裴行川习武。啥子？裴行川成我师弟了？一朝师傅变师弟，你这辈分抬了可不止一星半点儿啊！我说呢，最近在院子里练刀时，耳根子怎么清净了这么多？原来前任师傅被关到现任师傅上了。瑶瑶吃菜，所以你就把他给绑了？莫非阿宁在我府上安插眼线了？我猜嘞。裴行川这个人轻易从不错过任何饭点，如今有些许时日没来我这院里蹭饭了，加上他此前对你提点瑶瑶习武之事成见颇多，而今若是成了瑶瑶的师弟，估摸为什么会觉得我将他绑了，而不是将他关起来了？一是裴行川积善轻功，轻易关不住；二嘛，阿兄可还记得庄先生初入冷宫时的模样？这话说的好像我很喜欢捆人似的。阿兄，裴公所求，当真是为了让你教裴行川习武吗？以习武之名行约束之实。他前2日在家中闹着要好好习武，让裴公请师傅。因这先前在京中打架闹事，父子2人起了争执，他将家中牌位掀了。这，一言不合先排位。裴行轩在我面前路子怎么没这么野？等会儿他自己闹着要习武，然后被送到沈月府上后，宁愿捆着也不学。瑶瑶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如今裴行川拜入我阿兄门下，若是让他插个队做你师兄，你可愿意？我都会啊。阿兄，我或许有办法让裴行川听你的话了。如此，这般。沈月，你大爷！哼，假装没听见，不搭理小爷是吧？小爷骂累了，给口茶喝。我去，这招好帅啊！自己喝。都已经松绑了，还喝个屁的水！36计，走为上。沈月，是你自己给小爷松的绑，可就别怪小爷我后悔我进来之前，已经吩咐徐烈用木条把窗户钉死了。门也落了锁，明日一早才开。姓沈的，放我出去！小爷要出宫。柜里有痰盂。沈月，你有病吧？在书房里放痰盂啊！气死小爷了！所以你还要出宫吗？不出了，烦死了！这个时候吃沈月给的东西，跟认输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小爷的骨气不能丢。沈月，你别做梦了。就算你拿着你家妹子做的吃食来求我，小爷也是不会当你徒弟的。裴兄误会了，这是我家阿宁给我准备的宵夜。再有便是秋蝉玉已收，只要将你留在府上便可。至于这武功你学不学，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。哦，不学最好，倒替我省事。以你顽石般的资质和那半点苦也吃不得的公子哥性子，我原是懒得教的。沈月，你把秋蝉玉还我！所谓君子一诺值千金，裴家的秋蝉玉送出去便没有再要回的道理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沈月，不让左右不给饭吃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今日在冷宫后院吃饭时，我将裴公把你送到我府上学武之事，告诉给了阿宁、小瑶听。阿宁听后与小瑶商议，你虚长小瑶几岁，若与他一同拜入我门下，便不再张口闭口叫你姓裴的，何该尊敬些，称你一声师兄。裴师兄好。师兄，就算入门晚，我辈分还是比他大，爽。那小瑶姑娘怎么说？小瑶姑娘的原话是：哼，就她那蹩脚的三脚猫功夫，也配让我叫师兄？什么叫做三脚猫功夫？我功夫怎么蹩脚了？一开始我的武功可比他厉害多了。阿宁也是这么劝小瑶的，
不过，小瑶姑娘又说，裴行川那家伙也就刚开始比我稍微厉害了一丢丢，这才几个月的功夫，刀剑对决，轻易能打得过我吗？小瑶姑娘说了，江湖是江湖了，若想让她叫你一声师兄，除非你能在刀剑对决上胜得过她才行。我听了此言，同小瑶道：其实裴行川若想胜你，倒也不难。你这本古月刀诀虽是厉害，却也藏着一个弱点。什么弱点？这古月刀诀讲究的是一个势字，一招一式，气势如虹。若是与他短兵相战，寻常刀法也好，剑法也罢，学艺不精的话，轻易便容易被他压着打。然而什么？你又不是我弟子，我凭什么告诉你赢过小瑶的方法？我这个人一贯是帮亲不帮理的。而今小瑶是我门中弟子，你嘛，我不帮着他欺负你，便已经很顾着当年同庄的情谊了。阿雄，说完这话，裴大哥心里必定会有一番天人交战。届时你只管吃你的菜，喝你的酒，除非他主动搭理你，否则轻易别开口。想要打败徐瑶，成为师兄，找回面子，就得拜沈月为师。好烦！可若不拜他为师，秋蝉玉白送了不说，还会一直被徐瑶嘲笑武功差啊！好烦！早知道这场戏演得这么成，先前在冷宫的时候，我便不该吃太多的。是不是只要我拜你为师，就能轻易打败小瑶姑娘，成为她的师兄了？阿兄，这时候你便可以借着与小瑶对比的功夫，将规矩给他立下来。不一定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小瑶姑娘习武时日虽短，但先天资质甚高，后天勤奋刻苦，加上又听话，一招一式，我让练几遍，她便练几遍，既不顶嘴，也不问缘由，成为一流高手，不过是时日问题。至于你嘛，天赋如何，我就不做评判了。单说这勤奋刻苦，你就差他一大截儿，心思杂，年少气盛，练不对我罚你，你要么顶嘴，要么撩挑子，如此半点苦也吃不得的性物，如何能胜过他？为了赢过小瑶，从今儿起，沈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小爷绝不回嘴，也不撂挑子。你就说你教不教？你爹把秋蝉玉都给了我，你若想学，我自然是教的。你若拜我为师，便与小瑶都是我门中弟子。习武方面，我自当一视同仁。将来若有朝一日，你在武学上的造诣胜过了他，成了他的师兄，那是你凭努力换来的，与我无关。对，没错，就该拜沈月为师。将来我打败他，才显得全是我自己的能耐。那茶，快跟小爷说说看，那套能打败古月刀诀的功夫是什么？那你先前不是说不让小爷吃的吗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你就说你吃不吃吧。吃的。银蛇飞刀术，需要近身几近无敌。你若学同样刀法，想赢他不简单。若学会银蛇飞刀术，佐以你的轻功，偶尔出其不意，赢他或许并非全无希望。裴大哥性子跳脱，这武功上不妨教他帅的，只要姿势够帅，他一定会很努力的。啥时候学啊？不急，你先吃饭，吃完好好睡上一觉。从明日起，你白天常在宫中巡守，入夜在阿宁院里与小瑶一同习武。我如何教小瑶，便如何教你。秃头，到底该怎么用才能寓意深刻啊？不行了，救命！我真的很难想象沈将军那样如高龄之化的人，有朝一日居然会一本正经的富有人，他是怎么做到不笑出声的？阿宁，你也太神了！说吧，想我怎么配合你们？只要他学月说成想在你面前得瑟，你就提着长刀追着揍他，揍完之后摆出这副姿势，朝他黑腿一口。想当我师兄，你还差得远呢。在台词上，你完全可以根据若是打不过我便绝不会做你师妹这个人设自由发挥。至于演技，拿出咱们刚穿越那会儿你伪装成正经宫迷的那套顶级水准。你说裴行川日后若是知道，其实我从开始就已把师兄的位置让给他了，他会不会拿着刀追在我身后扎？日后的事，日后再说呗。反正按照我现在的敛财速度，
咱们在这宫里的日子也待不长久。我琢磨好了，眼下天太热，马车没空调，跟是整娜娜似的，不宜跑路。等再过半个月，立秋下雨，温度一降，我马上带着你和昭昭死遁。就算跑得不及时，退一万步说，我还有姐妹你呀。他如果敢刀我，我就让我姐妹刀他。啊，对，是，他如果敢拿着飞刀砸你，我就拿着50银砍他。话说，院外的灯怎么还亮着？先前我进屋时，看见昭昭独自坐在秋千架上愁眉苦脸里，许是庄先生今日又给他出什么难题了。说起来，带你们死遁这事儿，我还没在昭昭跟前提过，也不知道他自己愿不愿意随你我二人去看看这宫墙外头广袤的天地。问问看不就知道了。他若愿意，咱们就在院里好吃好喝等入秋；若不愿意，你再为他做别的打算。什么时候问？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去。阿玲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下盘现在是越来越稳了？我只发现我这床板现在越来越松了。曹操，母后，小瑶姐姐，你们还没睡吗？有事儿找你，走，快来。母后，昭昭不想学作诗，昭昭想学六爻，学天工开物。可师傅说，想学这些，明日一早必须在他面前咏一首兔头，还要对仗工整，寓意深刻，才算诸葛。咏兔头，这很难吗？这不难吗？叫声漂亮姐姐来听，我立马给你咏一首。小瑶姐姐会作诗？瑶瑶你会作诗？你们娘俩这是什么表情？我不信，除非你现在就作一首。哼，是时候向你们证明一下本女侠真正的才华了。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了只了二了多了数了起了来，爱吃了萝了剥了合了青了菜，蹦了跳了红烧油焖真可爱哟。这是诗？不押韵吗？押不押韵暂且不论，从某种角度讲，你这算剽窃了。悄悄嘞，作为一个穿越人，写诗这种事剽一下怎么了？别人好摆剽诗，你剽的是耳果啊！母后，为什么小孩子一定要咏兔头，还得咏得寓意深刻呢？昭昭啊，若是一味纠结寓意深刻，自然无从下手。你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，如何借诗怼人？借诗怼人？你看你师傅赢了永分，哪手不在怼人？不是怼人眼下，就是怼人肤浅。你要不照着这个思路试试？寓意深刻太难，怼人还不简单。昭昭明白了，多谢母后提点。母后与小瑶姐姐让昭昭进屋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昭昭，我和小瑶打算等立秋后下了雨，便带着你离宫。想问问你，想跟母后一起去这宫墙外面的世界看看吗？母后，你立宫时会带着昭昭一起的，对吗？对吗？只要昭昭愿意，母后走哪儿都带着你。母后，昭昭爱你哦。轻点，压着头发了。我嘞，也爱你哦，小瑶姐姐。快松手，我脚麻了。庄先生，我可以了，睡了一宿，可有思路了。这兔头涌出来了吗？为师准备好了，你涌吧。远看如木炭，出于土窑间。谷多肉又少，与君均以谦。君叹我家贫，我笑君志浅。此物取繁复，寡见才相嫌。这诗当真是你做的？真的是我做的。你当着为师的面再咏一首，不用兔头了，咏一首50银吧，做首七言绝句。千锤万造炉中铁，寒光烁烁刀锋绝。古月一世如龙啸，斩却白鹅落雨斜。小瑶经常用那刀杀鹅。借物喻人，师傅不觉得裴大统领每次惹毛小瑶姐姐，在这院里被50银追着砍，施展轻功躲来躲去的样子，很像一只到处扑腾的大白鹅吗？沈超，我记得我从来没得罪过你。借物喻人，不错不错。昭昭啊，想不到不过短短1夜的功夫，你竟已经领略到了做一首好诗的精髓。真不愧是我庄墨的弟子，我教的可真好。明明是母后提点的好。师傅，所以昭昭可以开始学习六爻或者天工开物了吗？你如今年岁尚浅，
行思一偏。若事事都习惯拿着铜钱求神问报，将来容易讨不到媳妇儿。所以六爻你就不用想了。那天宫？天宫开悟重实践轻理论。就你这小胳膊细腿，5岁都不到的年纪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扛的，如何能学得好？可是昭昭再过3天就满5岁了呀。玲玲啊，你还是叫我阿玲吧。你每次一叫我玲玲，我总觉得瘆得慌。阿玲，昭昭要过生日了，大后天。小家伙3天后生日啊！这冷宫连个气球都没有，我要怎么帮沈昭办生日趴？阿宁，我想吃蛋糕。讲道理，昭昭大后天过生日和你想吃蛋糕这2件事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过生日嘛，当然要有生日蛋糕吃啊。亲，咱们现在是在端朝，过生日的习俗呢是吃一碗长寿面。蛋糕，我连奶油都没有，上哪儿整蛋糕去？阿玲，你蛋糕太复杂了，瑶瑶，我现在连个大蛋器都没有。世上无难事嘛，只要肯放弃，对吧？玲玲，没有哪一个小孩子能拒绝得了蛋糕的诱惑。昭昭生日当天，如果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蛋糕，肯定会特别开心的。所以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吗？我觉得他大概率没有你开心。行了行了，我鸡皮疙瘩都快掉完了，我研究看看吧。3天时间太仓促，一会儿吃过早餐，我把可能用到的清单列出来，你拿着清单去趟内务府，让阿宽帮忙把材料备齐。我只能说做做看，不保证一定能做得出。阿妮，你是我的神！谢谢，我其实并不是很想当你的神。6九不让学，天宫开悟也不让学。师傅，那我可以学什么？你既不喜作诗，为师倒是可以教你一些地域文俗。当年为师被先帝赐金放还后，被沈将军招入麾下，这些年跟在将军身边，不仅将端朝的万水河山踏遍，就连那陈仓2国的边境之地也是去过的。遥想当年沈将军攻打仓国边境的历程，那历程依山而建，仗险而居，城门之外是一马平川，易守难攻。守将罗琦也是个鸡贼的，仗着天险，龟缩于城池之内，立顿于城邦之上，乌龟似的，死活不肯出城迎战。师傅，那一战我舅舅赢了吗？开玩笑，沈将军何时吃过败仗？怎么赢的？自然多亏了为师。想当年，为师一袭白衣，独立于千军万马前，架高台，展博扇，引经据典。哇，纸扇纶巾，诸葛在世，我师傅太帅了吧！为师以毕生之所学，将那罗琦将军一家老小连带18辈祖宗酣畅淋漓的骂了3天3夜。你可知，那罗琦将军最后实在不堪辱骂，愣是提着长枪率军而出，大开城门迎战不说，还骂骂咧咧的放言。他说什么了？今儿个就是这块地方不要，我也给你脑子削冒泡。今天我不把你裤衩子打飞，我都算你没穿。然后呢？你裤衩子被打飞了没？想打飞为师的裤衩子？真当沈将军是吃素的吗？那一战，沈将军手握长刀，一马当先，在敌军堆里冲锋陷阵，一路下来，手起刀落，一刀一个。砍至罗琦将军跟前时，长刀已成了血刀。英勇如沈将军，浑身遇了别人的血，却愣是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舅舅他眼睛不酸吗？这不是重点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那一役，沈将军大破历城，为师军功至伟呢。我明白了，当年连洗礼跟前都能被赐金放还的奇葩，为什么愣是给他招入麾下成了军师？在阵前骂人18代祖宗，把对方主将气得大开城门出来送死。不过嘛，这地狱文俗的课程虽说精彩有趣，但你又没机会离宫，于你而言，这些东西学了好像也没什么大用。不如我教你文治吧。母后说了，立秋后的第1场雨就会带着我离宫。文少学了有什么用武之地？还是地狱文俗好。日后和母后一起闯荡江湖，各地的风俗才不至于2眼一抹黑。
事已密成，予以谢拜。在没有成功之前，这事儿即便是师傅也绝不能说。师傅，昭昭不想学文字，就想学地狱文书。师傅。好，行，教。